好，我们今天先给大家画一朵上面一样的一朵花，一个绣球形的。首先我们还是来调这个底色，底色还是这个太白、三绿还有这个胭脂来调和。好，我们来这个底色加点水来调和，底色还是一样哈，太白、三绿还有这个胭脂。我们四大花型的话，有一个叫包菜型，包菜，第二个是这个塔式，还有第三个是这个绣球，第四个是这个太阳。好，这个四大基础，这个都是基础花型啊，就是你基础花型，你们刚开始学牡丹的话，就把这4个基础的花型把它学会。比如我现在给大家分解这个绣球型，我们把绣球型先拿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绣球。你看这个基础型的绣球，它的特征特别明显，是什么特征？为什么我们把它叫绣球？那是因为它上面是有一个球状的哈，有一个球状。这个球状它是一个什么？它是都是一个碎花瓣。那我们先把它作为一个这个这一个图形的分解哈，那假如说上面这个球，这个是一个圆的球，当然我们画的时候不一定说要画那么圆，你可以扁一点呢，长一点呢，短一点都可以。这个绣球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花型，那它下面就会有一个像这个飘带或者是裙摆一样的。为什么把它叫绣球型？你看上面有个圆，是不是像绣球？然后下面这个像不像绣球？下面系的这个绣球下面会系这个飘下来的这些飘带啊，或者是这种装饰的。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特别像绣球型，所以我们把它叫绣球型啊。那绣球型有一些形状就是这样子的哈，下面这是一个侧面对我们的，所以上面一个球，下面是一个飘带。那还有正面对我们的，那正面对我的它就是一个圆球哈，就是一个圆的，它也是绣球型的，就是没有下面这个大花瓣的，它也是绣球型。有一些它光只有小花瓣，没有大花瓣啊，也有它的如果说这朵花正面的话，那就是中间一个球了，四周会有一些大花瓣，那它也是属于绣球型。那3种形状就是你们自己到时候学会了之后，都可以去灵活的去变动，灵活去画。那
我们画这个球的时候，我们要分3层去画啊。把这个绣球形整朵花，我们分3层去画。这个第1层，这个是第2层，这个是第3层。那每一层的特征我们怎么去分？我们一朵花里面要有这个虚实变化，那哪里是实，哪里是虚？我们虚的地方不可能是在中间哈，也不可能在下面，那肯定只能在上面。所以我们把第1层这里画成一个虚的哈，虚的。然后颜色呢？颜色我们把它画成浅色一点的，在边缘的地方越浅，它的花彩会显得更加灵动。然后花瓣肯定是小的，它在这个球里面花瓣都是小的，这是它的一个花瓣的一个特征。那第2层呢？第2层在这个花的中间，那它物象它离我们的视线是最近的，那物象肯定是实的。然后颜色呢？颜色你可以相对于来说可以画深一点哈。那在这个球里面，花瓣肯定还是小的。然后这个第3层呢？第3层是下面这个大花瓣，那它物象肯定也是实的。那颜色很显然，我们颜色肯定要把它画成深的，不管是这种红色深，或者是灰色深，或者什么深，花瓣肯定是这个颜色肯定是深的。然后花瓣的大小呢，它明显的是大的哈，这个是3层，它3层的一个特征。那我们来给大家示范一下，给大家示范一朵跟上面差不多的一朵花，好不好？我们用了什么颜色？把这个颜色给大家分享一下啊。底色还是这个太白，太白加3绿加胭脂。那用一点这个珠标，还有这个赭石，珠标赭石。可以用一点点大红啊，大红，藤黄加大红啊，再来一个藤黄加大红，大红就不要了哈，直接藤黄加大红。还有这个曙红、胭脂。好，其实我们画这朵花就用这些颜色，珠标。珠标赭石。好，我们首先来调色。那我们画浅色的地方，我们的颜色可以调少一点。那这朵花是一个浅色和深色搭配的。来，我们调这个珠标，把这个珠标薄薄的调一层，在笔的1/2的地方。你看我们说的深和浅，只是说相对于这朵球里面啊，稍微这个中间的地方会深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珠标，每一次调色的时候，大家记得一定要把笔睡在盘子里调，颜色才会晕上来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把颜色调上来，调到笔肚里面去啊，不能说颜色一直在笔尖上。
好，我们再调一点点这个赭石，调一点赭石，我们要控制一下水分。当你们调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水掉到盘子里掉了很多，那说明这个水分稍微大了一点，你可以稍微吸掉一点点哈。就是特别是我们的初学者，一定要控制好水分。那我们的画久了，你可以水分多一点，你一样的可以画的时候，这个就没有关系。好，我们先一层层给大家分解哈。大家觉得这个球不好画是吧？当你觉得这个球不好画的时候，我教你一个很笨的方法，好不好？你们把这个球先画出来，然后下面这个裙子你也把它画出来啊，用铅笔先框一个框啊，然后你在框子里去画。那我们先不是分了3层吗？我们通常画这个绣球从中间这个第2层的中间开始画，那我们是不是这个球我们先从中间的这个第2层这个地方开始画？那我们先把这个在这个球里面去画啊，球里面去画，你随意的去组合这个小花瓣啊，这个小花瓣你随意的去组合，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。随意的去组合，那比较随意的去画，你看你可以这样子去点哈，你可以这样去点，你可以随意的去点哈。你看点出这些缝隙来，点了缝隙之后，你再去填空也可以啊，你再去填空也可以。来，你再去把这个空隙再去填起来。来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一点点深色的，笔尖要不停的补充一点点深色。笔尖的颜色要相对于来说要深一点哈。笔尖的颜色要相对于来说深一点。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球这里，先把这个球这里填满啊。画这个球，你就在这个球之内去画，这样子会不会？这个球这里是颜色稍微深一点，那我们笔肚上现在有一点点干的时候，我们蘸一点点底色，然后我们再画上面这第1层，第1层是虚浅小。又是虚的，颜色又是浅的，花瓣也是小的。那虚的我们要怎么办？我们调色基本都是用底色来画，笔尖上调一点点这个赭石，调一点点赭石或者是珠标就可以了。然后直接这么去点哈，随意的去点，随意的去点啊。你虚的你就不需要说像这样子能够看到这个，能够让你看得到这个深浅的这种深浅的这种笔触感。它就是一个虚的东西啊，就基本上你点的有一点点笔触在这里，基本上你就看不清楚你的这个哪个花瓣的，就不需要去看得清楚，就直接去点成这种基本上有一点像一块的这种东西。你看这样子点出来，现在有没有看得出来这个球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你们在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说你在画这个球的时候，整个球都是按照这样子去画？会不会？你是不是整个球都是这样子去画？如果说你整个球就是这样画，就没有变化。为什么我要把它分成2层？第1层和第2层。那第1层是中间这一部分，它是实的。实的为什么说实的？实的就是你一笔一笔的能看得清楚这个深浅变化，还有笔触感。然后花瓣是小的，这个球里面花瓣都是小的。那第1层它是虚的，你看这种虚的这种感觉表现出来了没有？你能不能把这个虚的这种能够表现出来吗？大家明白了这个虚的吗？我们要的这种虚的这种变化，要的这种就是这种颜色，它颜色相对于它是不是比中间这里浅？然后这种虚的就是你随意的去点出来，不需要把它画得太清楚，它这个虚的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再画这个大花瓣，然后画这个大花瓣，你可以画大花瓣的时候，你颜色要调到整个笔肚上去啊，一定要调上来，调上来整个笔肚。怎么安排大花瓣，大家知道吗？我告诉你一个非常笨的办法，好不好？非常笨的办法，我们在一边，这个球在这里哈，我们在一边画一个大花瓣啊，
那我们给大家讲这个大花瓣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这种推的？整支笔都放下去，推过来，点一下啊，再继续推。笔上有一点点干，但是不影响啊。好，这边再来补一笔，这边补一笔，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大花瓣呢？笔尖有一点点干，有点干，我们蘸一点水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画这个深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水进来哈，加一点水进来。有点干，我们再把它补充一下。它这里有一点点干燥，笔上没有水分不够，所以有点干。好，这一个大花瓣是不是？这个大花瓣大家都会画吗？先画3个大的哈，这是一个，然后画一个另外一种的一个大花瓣，2种不一样的大花瓣，我们先画出来啊。那这个我们就画2笔组成的啊，2笔组成的这种，笔上稍微的有点干，蘸一点水啊，蘸一点水，我们直接用笔尖上去蘸水就可以了。好，2笔来组成一个大花瓣，这又是一个大花瓣哈，一边一个大花瓣，一边一个大花瓣，一边一个大花瓣是吧？那我们再画一个大花瓣，再画一个翻展下来的一个大花瓣啊，从这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一点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啊，往后拖一下是吧？3个大花瓣画完之后，我们要做什么？不会安排下面的这个大花瓣的家人们，就按照这样的死办法，一边一个，侧边一个啊，3个，先把3个大花瓣画完之后。然后我们3个大花瓣画完之后，我们就去填空了，把这些空隙里面填一些小的碎的花瓣，填一些小的碎的花瓣。这个小的碎的花瓣你就可以任意的去画啊，随意的去画啊，随意的去画，你就不管它是怎样的啊，我们就可以随意一点的，随意的去填。填一些这种碎的小的花瓣，那你可以这里可以填出来一点点哈，也可以再出来，也可以包过来填高一点都可以。然后这些可以回一下笔，这里就是碎花瓣，整的和碎的，整的和碎的形成一个对比关系。这里花瓣是整的，这里就是碎的，让它有整有碎。好像这些里面也是一样哈，可以去填上。那你可以再填一点啊，再填一层，让它层次显得更加丰富一些。好，这填完之后，这些2个空里面是不是都填满了？填满了之后，你再去看两边的地方，两边的你可以再去整理一下，稍微的整理一下。你看这里有一点点齐，我们这里是不是可以再加一笔哈？再可以加一笔。加一笔的时候，这个空隙里面可以稍微的补充一点点碎的花瓣啊。然后这边这个空也可以再去补充一下，再去补充一下。那基本上这样子绣球是不是就可以了？你就按照这样子的方法，那这边去补充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补充浅色的啊。就像这一笔，你可以直接补充这上面这个浅色的也更好。好，我们再正式的来画一朵啊，我们再仔细一点点啊。我们刚开始给大家讲解。作为一个讲解的例子给大家讲解，所以我们都是随意的画，画的不是很仔细。那我们现在正式的再给大家画一朵，按照我们刚刚讲的方法。我们来重新来画一朵哈，我们再仔细的画一朵。
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一朵哈。你在画作品的时候，你用这个指甲来圈一个圈。好，我们这些碎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，随意的去组合，没有固定的。好，这种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，你任意的去组合啊，任意的去组合。你可以有一些很长，像这种，长长的，长长的，就是花瓣的形状哈。我说的是花瓣的形状，它可以很长的。那你偶尔也可以来一个很大一点的花瓣，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，让它有这个花瓣里面组合起来有这个变化，有这个大小的变化。好，各种各样的花，各种各样的花瓣去组合啊，各种各样的花瓣去组合。这一笔，刚刚这有一笔颜色调的不是很均匀，看到吗？这有一块啊，有一个块面的颜色。就我们尽量把每一笔的颜色都调均匀哈，颜色调均匀了才是你画好这一朵花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一点。那么现在还是在这个球里面，偶尔我们也是要来一些这种稍微大一点的花瓣啊。所以颜色调均匀，你画这个花才会好看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颜色调均匀。来，我们的笔肚里面再沾一点底色。好，这个花瓣有大有小有变化。好，我们可以反笔来画一些啊，有一些地方来反笔来画。反笔来画就是让它有这种特别一点的这种花瓣啊。
好，我们中间这一层基本上就画这么多就差不多了。那我们现在画这个上面这一层虚的，那我们要画上面这一层虚的，我们的颜色要更浅一点哈，所以我们就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底色，然后笔肚上蘸一丁点这个珠标，蘸一丁点珠标之后就可以了，去点它，随意的去点它。来，偶尔你可以有一个这种大的花瓣，然后点出一些小碎花瓣，点出一些碎的细节。来，就这么去点它，知道吗？随意的去点，没有太多这个顾虑啊。来，就这么去点它，会点吧？随意的点，点出这种虚的花瓣啊，这种就是一个虚的花瓣，点出这些虚的花瓣。好，这里再来一层。好，这种虚的感觉，有这种虚的感觉，它这个层次就出来了，马上它是不是变得不一样了？有没有？我们这个有点圆哈，这个花瓣有点圆，我们稍微切一下。我们不想让这个花瓣里面有特别圆的这个元素存在。这个球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在要画底下的这个大花瓣啊。画底下的大花瓣呢，我们笔肚里面直接加水就可以了哈，直接加水。来，这样子加水进来，直接笔肚里面加水就可以了。我们画深色的，我们来调这个，先调这个大红，把这个大红饱满的调到整个笔肚里面去啊，要饱满的调到整个笔肚去。那我们想要这朵花灵动，我们刚刚已经给大家教大家这朵花怎么让它灵动，主要是体现这个球里面啊。好，我们先来调，现在我们在调这个画底下大花瓣的颜色，我们要调的饱满，调久一点哈。就有些家人画出来这个颜色就显得很能够透出底纸的颜色，就是很薄，显得很薄，那说明你的颜色调的不够饱满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调色调了多久啊，我一直在调，让这个颜色就是均匀并且饱满的都进到笔肚里面去啊！你要把笔打开，这里面也是有颜色的，明白吗？笔打开里面也是有颜色，你不能说这个颜色只在外面一层啊，颜色不能只在外面一层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刚刚教大家的画这个大花瓣，有很多人这个大花瓣不知道怎么安排。那么首先我们在一边这两边哈，这个球下面一边来一个大花瓣。好，这边我们开始，推过来，再点一下啊，你点可以拉长一点，然后再进行点一下啊，笔尖补充一点点深色，就是笔尖还是要有这个深色的在啊。继续往这边再推过来一点点，让这个大花瓣够大哈，让这个大花瓣够大。好，这一个大花瓣画完之后，我们再画第二个大花瓣，补充一点点颜色，第二个大花瓣我们用两笔来组成。好，这一笔下来，我们可以画宽一点哈，让它走宽一点。颜色不够哈，水笔上也干了，那我们笔上首先来补充一点水分进来。
好，两边一边一个大花瓣，一边一个大花瓣，然后我们旁边再来一个这个翻展过来这个大花瓣啊，可以翻展过来，按下去提起来，重一点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。哎，这样子画一个翻展过来的一个大花瓣。3个大花瓣画完之后，我们再去补充填空啊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填空，把这些空隙里面填上。那我们就3个大花瓣，1个、2个、3个。这个大花瓣好，我们来继续来补充颜色，补充这个大红，还有这个曙红，补充大红、曙红，还有这个胭脂。这空隙里面我们就不要补充这个大花瓣啊，我们就直接补上一些这种碎的花瓣啊，碎的。那你可以1个里面，好，可以再来一层，就是比较瘦长啊，比较瘦一点的，比较长一点的，反正就是各种花瓣去组合。其实你去组合就行了，你也不用说去看它是正瓣还是反瓣。就是各种这样子瘦的小的花瓣去组合起来。那像这些缝隙里面要填上这个最深的颜色。好，这里就组成一些这个碎的花瓣。那你如果想把这个花瓣这里加大一点，你也可以在这里再加层次啊，再加层次，推加点，然后再推，这样的形式去加，把这个花瓣加的更宽大一点点啊，让它的层次更多一点，好，这里再补充一点。像这个根部画的不到位的，你也可以啊，再可以去补充一下。根部画不到位的，也可以补充一下。然后这个缝里面已经填满了，那我们把这个缝里面再去把它填上一下，好，这里加一个，好，这里加上一些碎的花瓣。那我们再去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补充啊？哪里需要去补充？哪里需要去调整？那这里我们再加一个啊，再加上一半。根部的这里稍微的调整一下，我们现在就是调整这个花型的时候啊，那基本上这样子已经差不多。我们看一下这一边，还不要再去补充一些花瓣啊。现在就是调整这个花型了。好，让两边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啊，那你这边要不要再加？也可以再加一点哈。这边这个花瓣也可以再加宽一点点。好，可以再加宽一点点。然后到最后我们还要干什么？最后我们还要去调整啊，它的一个这个上面的这个球的地方。首先这些地方我们还是回一下笔啊，用这个深色一点点的，稍微的回一下笔。好，有些地方稍微的回一下笔。然后我们要调整这个球的地方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在水里面洗一下，把红色的洗掉，把我们刚刚画的这个深色的这个红色洗掉，然后我们再蘸一点底色。
然后也蘸一点点这个赭石啊，或者是胭脂之类的，蘸一点赭石或者是胭脂之类的，让它颜色稍微深一点的。找一些地方回一下笔，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需要去回笔，你看情况去回笔啊。来回一下笔。来回一下笔，像这些小的细节里面，用稍微深一点点的颜色去回笔。大的花瓣还是要让它大出来，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。好，这样子回一下笔，回一下笔之后，基本上这一朵花就可以了。然后你底下的地方如果有需要再去调整的地方，你可以再进行调整。好，这朵花的话就基本上画完。像这朵花，你想画花心也可以画，不画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咱们画花心的时候，就用这个藤黄加太白调和的这个颜色去点。当我们点的时候要分组，就不要太散了，要有这个疏密关系，要有一些组合比较多。我们可以先这一块可以让它最多点多一点，然后要点其他的地方我们就少点一点，慢慢的有多的和少的，还有最少的，这样子去分组啊。就不要每个地方都点2、3颗，那么它就整体就会散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你看中间这一块就很多，后面这些就偶尔点个1、2颗啊，2、3颗啊就可以。密的地方可以再加密一点啊，再加密一点，然后其他地方挑出来1、2颗就可以了。